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小时候我只要调皮不听话，就会被大人叫去跪算盘，超级痛的。但听说呢，现在家长因为家里没有算盘，反而会拿出电路板，要小孩来跪。那我自己是不鼓励体罚啦。不过我很好奇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算术的工具来惩罚小孩呢？没错，电路板密密麻麻的是电脑进行逻辑计算的关键。那赋予一片薄薄电路板巨大运算能量，与奠定通信基础，还有开创人工智慧研究，这3件事情呢，都是任何一位科学家终生可能都无法达成的成就，但被我们今天的主角一次搞定，他就是 Claude Shannon。我们听说过很多厉害的科学家或数学家，他会离开学校在家自学，但 Shannon 的求学之路并没有与众不同哦。他就像一般的小孩一样去读公立学校，然后高中以前呢都在美国的某一座城市里度过。要说他特别之处那肯定是他从小就对 DIY 非常有兴趣。他曾经在家里自己去组装一台遥控飞机，然后还从家里架设到朋友家的无线电报。2间房子的距离呢，大约是相当于大安森林公园对角线那么远。就连去打工他都是去百货公司修理收音机。但那时候呢，他还不知道自己将会在未来大大的改变全世界的通信方式。上了大学之后呢 ，Shannon 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火花。一个厉害的东西必须交到一位懂它的人，才能被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在大学生涯中呢 ，Shannon 接触到了前一部影片的主角乔治·布尔的理论。他很有兴趣，也把理论读得非常非常好。最后呢，成功以数学和电子工程双主修毕业。这时候他已经累积好实力，准备发光发热。而下一个舞台呢，也已经摆在他的眼前了。Shannon 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所，并在万尼瓦尔布希底下做研究。这布希可是几年后开启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在电影《奥本海默》中也能看到他出场，是一位权威人物。当时的布希呢，正在研究微分分析机，也就是现代电脑的原型。这样计划简单来说就是打算用电子工程做出可以数学应用的机器，和 Shannon 的兴趣跟专业再符合不过了。那 Shannon 也的确应用所学，在开发实务中帮了大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 Shannon 使用了布尔的理论来设计电路，大幅提高了机器的运算效率。在这次研究经验后呢 ，Shannon 获得了启发，撰写了论文《继电器和开关电路中的符号分析》。这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马上引起学术界轰动。不只获得了美国工程师奖，还被哈佛教授誉为很可能是本世纪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论文。那此时的 Shannon 才22岁，天才正要开始崭露头角。2年后，他硕士毕业，进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在那边他遇到了许多领域的专家，包括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冯诺依曼爱因斯坦等人。感觉这些专家之间应该要擦出一些火花吧。但很遗憾的，并没有发生。他无法在当时这些已经赫赫有名的人身上找到共鸣，整个人就变得有点沉默寡言，也不太跟别人分享研究，只是独自构思着通信相关的理论。最后，他离开了高等研究院。不久之后，2战也开打 ，Shannon 来到了 Bell Lab 贝尔实验室。那为了帮助国家，开始研究火力控制系统以及密码学。在这期间，他获得了和图灵交流的机会。这次就不一样咯，这2位天才切磋激荡，让 Shannon 的想象力更加丰富，也让他接下来生涯中不仅仅为密码学做出贡献，更奠定了通信理论的基础，开创了资讯理论 （Information Theory） 这个领域。那虽然 Shannon 在推导理论上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不过他从小的 DIY 精神并没有因此熄灭。工作之余Shannon 也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发明家，其中最著名的发明超有趣竟然是最没实质功用的发明 Ultimate Machine 终极机器但也被后人说是没有用的机器 Useless Machine 有多没用呢？当使用者打开开关之后，盒子里会伸出一只手把开关拨回去，然后手收回来恢复原状。这其实是他和 Marvin Minsky 一起的共同发明。那看着很酷，可是也没有什么用。那这样简单的逻辑就很有味道，很像有人类想要耍废躺平的感觉。那或许就是这样子，才让这机器这么出名。据说 Shannon 总是把这个机器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时不时就给它按几下。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蛮舒压的啦。那 Shannon 呢，还发明了可以自己学习迷宫路径的机器老鼠，这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 AI 学习能力的机器。Shannon 呢，就帮它取了个名字，是用希腊传说中解开米诺斯迷宫的英雄为名。这个我们之前有专片介绍过。我当时是讲怎么样自动产生迷宫，Shannon的老鼠刚好相反，是怎么自动走出迷宫。
此外 Shannon 也将自己的想象力结合嗜好，他很热爱杂耍，就做了一个能够同时丢好几颗球的杂耍表演机器人。他对魔术方块有兴趣，就做了可以自动解开魔方的机器。甚至他研究了西洋棋中所有棋步可能性，并做出了可以完成最后6步的西洋棋终结者。Shannon 当时就预言，未来某天机器一定会击败西洋棋世界冠军。而就在1997年 ，IBM 的人工智慧 Deep Blue 还真的达成了这个创举。Shannon 的发明不胜枚举，在发明新东西的时候，考虑的不见得是实用性，更多时候是取决于做这东西有不有趣。他用崭新的观点以及实作，带给世人全新的思维模式，也展现出他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在 Shannon 的众多兴趣当中当然少不了赚钱，只不过他的方式是靠赌博和股票。那如何靠数学在这2件事情里面轻松赚钱呢？这一切就要从他的 MIT 同事索普说起。索普和香农讨论到说，赌博难道真的都是完全随机的吗？假设以轮盘为例好了，如果这个轮盘本身有点小瑕疵，导致轮盘比方说有些稍微的倾斜，是不是球掉到特定的某些数字的几率就会比较大一点呢？Shannon 一听非常有兴趣，于是就跟索普开始一起研究。他们设计出一套计算方式，用来判断轮盘各个落点的出现几率，甚至还加入了物理学，从球旋转速度、摩擦力等等去提高这命中率。不过这之中有个致命的问题是，如果鬼鬼祟祟的赌徒在一旁拿着纸笔疯狂的计算，然后在赌场里面大捞一笔，赌场肯定会发现，肯定会把他赶走。况且这些计算也很复杂，也不是纸笔就能搞定的程度，该怎么办呢？他们想，我们必须要设计一台机器，可以悄悄协助计算，并且掩人耳目的及时回报每一局的分析数据。这时候轮到通讯登场喽。Shannon 和索普合作设计了一台穿戴式的计算机，而数据的输入发信器则设置在鞋子里面。Shannon 呢可以靠着压动大拇指发送资讯给计算机，最后再戴上简易型的耳机，当计算机算出结果时，就会让耳机传出8度音中的其中一个音阶，分别提示着轮盘中的不同区段。靠数学赌博的装置就这样被他们发明出来了。只不过这些机器当然都不可能是无限的。Shannon 就在其中一次的实测当中呢，被埋在衣服里的电线电到，然后他就把这个专案丢在垃圾桶了。像这样趣味横生的 Shannon， 很遗憾的，他只在学术界里面被认识，而且多半是学术成就。那我在这边想推荐大家，除了我们的影片之外，如果你想看更多 Shannon 的故事的话，有一部传记电影很值得一看哦。这部电影叫做 The Bit Player， 取名就是因为他的很多的发明都跟位元 bit 有关。例如，当年 Shannon 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开启了资讯理论这个领域的基础。他认为资讯其实代表的是不确定性。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从一副正常的扑克牌中随便抽一张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抽中什么，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手中的牌是黑桃 A， 这个资讯量就是很大。但如果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副全部都是黑桃 A 的牌，那有人告诉你说，你抽到的是黑桃 A 哦，这样一点都不稀奇，资讯量就很少。所以这概念乍听之下有点反直觉，但其实很有道理。再来到我们平常想传送的讯息，其实不见得每个字都有资讯。比方说这串英文字母，乍看之下都是些奇怪的字母组合，但其实你看得懂是 I love math very much。也就是说，文字讯息并不像是抽扑克牌完全无法预测，反而呢也有很多部分是不必要的存在。那既然不需要知道这些字母就能看懂句子，那么这句话的资讯量其实就会比字面上再更少一点点。在通讯的过程中，有负责发出讯息的来源，而它需要经过转换成某种讯号或是特定格式之后，才能由通道去传递，最后接收者将这些讯号转换回讯息本身的目的，达到通讯的目的地。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在通道中必然会遇到噪音的干扰，随机去破坏了一部分的资讯，像是一句 I love math， 一不小心也可能变成 I hate math， 意思完全不对了。所以该如何应付噪音的影响，这样随机性又该如何测量，这个就是 Shannon 的资讯理论中最关键的部分了。The Bit Player Shannon 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讯号都转换成一个个的位元 bit， 0和1之后再量化传送。我们先讲的硬碟容量网络的流量的 GB、MB 也都是从这个 bit 开始的。转换成0或1的2进位数字，好处在于说，无论今天讯息的形式是文字、图片、声音或影像，全部都可以采用一样的格式。它统一了所有资讯的格式，也就是
让各种类型的通讯都是同一件事情。从这边出发，他提出了香农商 Shannon entropy， 用来量化资讯，你也可以说是量化不确定性。这个 entropy 是从热力学来的概念，虽然香农商的存在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被证明，起初的学界呢也有些人抱持着怀疑，但最终依然认为说 Shannon 想法是正确的。entropy 的数学非常有趣，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跳过，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来讲一部影片。那有了 entropy 的概念之后呢 ，Shannon 又更进一步的去推导出传输资讯的速度上限。这个理论上限就被称之为是香农极限 （Shannon limit）。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非理想效应，传输速率不可能超过香农极限，所以这可以说是被许多通信工程师视为一个依规。我们努力做各种技术发明，就是要为了更逼近这个 Shannon limit。至此，香农完成了伟大的资讯理论，为之后我们所见到的任何通讯设备打下了无可撼动的基础。生活在资讯时代的我们，可能会觉得用手机传讯息、用电脑看影片，这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在 Shannon 之前，没有任何人系统性的整理出资讯及通信的定义。那或许就是这份喜欢动手做的热忱，才让 Shannon 把看似没有形体的通讯转换成实际的理论，并给世界带来了资讯革命。最后如果你能够发明一个像香农那样子有趣但看似没有实质功用的机器，你会选择是 A. 根据天气伞面自动变色的智慧天气伞， B. 一个漫无目的乱走的自动迷路机器人， C. 其他。欢迎在留言分享你的创意告诉我们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数感实验室，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